好，我们呢来讲解一下啊我们的笔法。首先啊，是我们的一个干净的碟子里边加入我们的太白和三氯。比例呢，太白为2比例太白为2。金贝大红是我们工笔技法里边的一种技法，表达花瓣的技法它采用的是2种不一样的颜色来区分来用来区分什么？区分我们这个花瓣的不同区分花瓣的不同。然后蘸一下我们的三氯蘸一下三氯，一点点然后呢，加入我们几勺清水几勺清水，大概是4勺清水好吗？加4勺清水。你看1勺、2勺、3勺、4勺晚上好加入4勺清水，记住了没有？4勺清水加入4勺清水。然后毛笔咱们拿2支毛笔出来拿2支毛笔拿2支毛笔，一支呢用来画丢了那个，一支用来画金贝，一个用来画大红，听懂了吗？一支用来画大红瓣，一支用来画金贝瓣听懂打个1。然后呢，把它搅拌搅拌，调出我们的底色调出咱们这个底色，调出花瓣的底色慢慢的把它搅拌搅拌搅匀整一个需要搅匀。你看如果很干搅不匀了没事儿，可能我们这个颜料加多了加多我再加1勺水可能我加多了。好，我再舀1勺清水舀1勺水把它调到稀释一点为主。你看把这个颜料全部给它搅匀了搅拌搅拌搅拌对，一直把它搅拌搅拌搅匀了为止打出泡沫你看 OK。刮干一点，看到了吗？整一个颜料都刮的比较干了，发现了吗？听懂打个1。整一个颜料都刮的比较干就可以了比较干净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讲解我们的金贝的这个瓣金贝这个瓣。好，调色，调我们的什么颜色调咱这个叫藤黄藤黄，加到整个笔的多少加多一点加至整个笔的2/3你看你多加点，加的金灿灿的，特别亮，知道吧？加出整个毛笔的你看2/3，加的多一点你看毛笔要怎么调？平躺着调平躺着调，多加一点多加一点，不要加的薄薄的这一款牡丹属于我们重色系牡丹，而不是重彩它叫重色系的牡丹，不叫重彩牡丹，明白了吗？大家要把重色和重彩要分清楚，并不是说颜色很红很红就要重彩牡丹不能这么理解不能光靠字面上去理解。好，加一点我们的橙黄，如果你没有橙黄你就用朱标，如果你没有橙黄就加朱标，橙黄加到毛笔的1/2，对，橙黄加到毛笔的1/2，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你颜色很重叫重彩。重彩是它的主要表达方式是颜料的叠加，它很干很干很干目前来说画重彩的老师比较少。好，蘸一下我们的，因为它不是很好表达，而且不是我们大众也不太能够接受好，然后蘸一下我们的曙红，曙红加到整个毛笔的多少？笔尖一点点蘸一点点曙红就好了，一点点的曙红就够了，看到没有？这个调色就是我们的贝瓣调色，听懂给主播打个1贝瓣调色，听懂给主播打一个1，谢谢听懂打个1把它裁开用用一个小刀给它剪开剪开。好，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哪一些花瓣需要使用金色的呀？这种
主瓣我们使用金色，来看一下主瓣怎么画的好吗？主瓣我一般呀会使用3到4笔，或者呢平躺着用笔把主瓣画出来啊。看看这里啊，你看我在这个地方我加了一条线，对不对？你看我这里加一条线啊，金背对吧？就叫背瓣，我把背瓣的主要形式呢画在上面了，画在这个上面。你看啊，我在中间这个地方，你看主瓣怎么加？把毛笔平躺着啊，躺在这，点，轻轻的推过来，推过来，推，笔尖提起，提出一个尖尖的啊，提出一个小尖尖的，这样呢，这样一个小瓣在中间，这个瓣是不是出来啦？能够理解的你们就打1，这样呢我们就能快点过渡了，快点过去，好吧？一会儿就能画作品啦。你看一个背瓣是不是出来了？然后在左边点一点，朝左到内，好，再来一瓣，按一下，是不是又一个小瓣出来了？大家能听懂的你就赶紧打1，我们就过了啊，我们就过了。你们刚进来的跟着听啊，跟着听。你看，然后右边这个瓣，你看，点一下，从左到右滑一下进来，是不是又出来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金色的瓣啊，金色的背瓣。你只要有一支毛笔，你只要你的毛笔能躺下，它就能画出背瓣，是一个金黄色的背瓣。听懂打个1啊，听懂打个1。然后呢，我们看它的调色啊，橙黄，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加到笔尖，蘸一下曙红加到笔尖。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2个叠瓣怎么加？看好了，只要你想往上面加瓣，第一件事情，先给它划拉一下。为什么要划呢？为什么要划？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要把这2个花瓣区分开来，所以必须在这儿先刮一下啊，把它刮出来，然后笔尖点一下，好，横过来一半，明白了没有？一定要先刮出来，然后你看这个出来了，点一下，从外到内再按回去一下啊，好理解啊，是不是出现了？好，把这个地方给它补一下 ，OK， 是不是2个花瓣就出现啦？对不对？一定要提前给它分一下啊，不然你这分不出来了，不清晰了，是不是啊？一定要提前去把瓣给分出来啊。那很多人问老师，什么是背瓣啊？金背，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金色的花瓣，对吧？黄色的花瓣嘛，就是蘸一下橙黄，蘸一下猪标啊。你看是不是？这个就属于背瓣，就是卷起来这个瓣叫背瓣。来，我们看一下卷瓣怎么画啊？小卷瓣呢，就是你看点的这个地方，你看啊，笔尖先画一条线，对不对？然后你看顺着这个边边，你看笔尖对着哪？对着线，过来，可以转一下笔，转过来，提起来，是不是就出现这个小花瓣啦？能听懂你打1啊。好，你看，如果我需要再一个瓣，你看我可以再加一条小线，是不是？对，加一条小线，对不对？然后你看，笔尖顶着这个地方，你看笔尖可以转一下笔，慢慢的滑，笔尖是不是又一个小瓣出来了？你看，这个背瓣是不是出现了啊？能够听懂的你就打1啊，没有听懂我再讲一遍。你看，比如这个瓣是这样的，画一条线，对不对？画一条线，好，笔尖顺着这个线，你看，慢慢的过来，是不是出来了？所以你想画多少个卷瓣呢？你就提前在上面画一条线啊。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想在这儿画一个卷瓣，我这儿画一条线，好不好？然后你看，笔尖对哪？我对着这儿，发现了没有？一个朝下翻的瓣是不是出现了？听懂打个1啊，听懂打个1。所以你们只要想临摹老师的花头呢，没有问题的哦。你们只需要，比如说找这个白瓣在哪里，白色的花瓣就是这种缺口啦，在哪里？缺口如果在下面，那你就在上面能找到它的横线，听懂了吧？那一个花瓣如果是波浪线在下面，就能在这儿找到横线。如果这个波浪在上面呢，
就能在它的下面找到横线。你把这个位置找对了，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好的啊，这样呢就是我们一个金色的背板就出来了啊，一个金色的背板就出现了。那么画完金背以后，我们需要画什么？大红瓣啊，大红瓣。今天晚上这款是重彩的重彩的牡丹，所以说它的构图也是比较的端庄和稳重的。好，看一下，我把简单的几个大红瓣放在这个卷瓣放下面啊，你看一条线啊，先画一条线，好，往上拉，对吧？等你们画的很熟练以后，你看，哎，直接往下拉，哎，明白了没有？等你画的熟练之后，你爱咋画咋画，明白了吧？是不是出现了？听懂打个一，听懂打一波一，截个图啊！听懂打个一，截个图，这个太重要了。对，听懂打个一，截个图啊！对，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OK， 好，我们继续调我们的大红瓣。大红瓣要加点技巧，笔蘸我们的白颜料泡泡红啊，泡泡白啊，笔蘸白颜料泡泡白，整个都泡好了，对不对？泡完以后，请看我在干嘛啊？泡完以后，拿出一点清水，把笔尖洗掉点儿，洗掉点笔尖啊，笔尖的白色洗掉了一点，然后刮一下，明白了没有？因为这样它会比较让我们的红色融合的比较好啊。听懂打个一啊，谢谢。听懂打个一啊。然后呢，把玫瑰红加到整个笔啊，加满整支笔。因为我们的笔肚子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白色，所以说那一块会比较淡，所以它的颜色会自然区分。而我们的笔尖刚才被我们洗过了，所以它就没什么呀，没什么白了，没什么白。哎，你画出来这个花瓣，不就是比较深色的花瓣吗？整一支笔都去调满玫瑰红，因为咱们笔尖上有白色，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它的颜色会自己区分的。啊，没有你就不用嘛，好吧，没有就不用啊，或者老师这里有啊，我这里也有啊，这儿啊4号这里也有啊，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啊，玫瑰红，然后蘸一下啥？曙红，曙红加多少？加入到1/2，加的比较红啊，加红一点，因为玫瑰红在我的这款牡丹里边是最常用的色。蘸一下曙红啊，你看多蘸一点，蘸的红彤彤的啊，有点炸毛了。炸毛蘸点水，炸毛蘸点清水啊。好，颜料比较多，然后呢，笔尖蘸点胭脂啊，蘸点胭脂。重色系的牡丹啊，蘸一点胭脂啊，重色系啊，非重彩啊。好，看好了，因为咱们颜料加的多呀。牡丹红也用的太多了，我没有牡丹红。来看一下这个一溜的配色啊，配色，看一下这种花瓣怎么画。你看啊。如果你要把花瓣画得很大，你看，我们先画个小的翻瓣，好吧？点，哎，慢慢的，你看，滚一下，笔拿起来，哎，你看，这样一个花瓣就比较小，那你用牡丹红代替玫瑰红即可。这样的花瓣是不是就小一点啊？这样的翻瓣，对不对？如果你要画大翻瓣的，你看，笔点一下，你看，哎，拉长，先拉长。然后呢，推，你看慢慢的挪动它，是不是花瓣就变大啦？理解了吗，家人们？你看，哎，这样理解没有？这样的花瓣是不是就大一点？听懂打个一，慢慢的去挪动它，慢慢的去挪动它，因为你一下子挪得很快呀，或者滚得哗啦哗啦的滚过来。它的颜色还没有在纸上融合呢，你就过来了就不好看啊！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听懂了啊？好，那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背瓣怎么画。你看它是金黄色的花瓣，对不对？金背大红，所以说我们顺着这个边边，你看毛笔啊，点一下，哎，按笔过来，哎，慢慢的啊，你看一下。然后笔拿起来，笔尖啊蘸点啥？蘸一点胭脂啊，蘸点胭脂。你看，顺着这个花瓣上面，你看啊，勾一下，一下两下，是不是勾出一个花瓣？继续的添上去，哎，过来，是不是又一个花瓣？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个大花瓣是不是就出现啦？喜欢的话给主播打个1啊，能够听懂吗？这一款叫金贝大红，很有意思啊。对，它比较适合那种区分。如果说你们这个花瓣，你看喜欢有漂亮点的人喜欢勾勾啊，你看拿个笔跟笔尖点一点，你看，哎，对吧？勾一勾，花瓣就很清晰啦。好，我们再来一遍，好吧？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一下胭脂啊，你看。这种缺口处怎么画？看好了啊，缺口处很重要的画法，你不要这样去画，先画哪里？我们笔是这样用的，啊，毛笔是这么用，你看，笔尖按到这儿，点，你看一下，过来，能看懂吗？看我是咋用笔的？我是先拿这个方向，先用这儿，好带一带，下面是不是空着啦？笔再沾一点胭脂，然后去合的啊！你看，点一下，慢慢的合下来，哎，按起来，好，折一下，小瓣儿，小瓣儿，合住它。听懂了没有？你看，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瓣就有了？听懂给主播打个1啊！明白了吗？这个就是金贝大红的画法啊，一个卷瓣。对，听懂给主播打打1好了啊，好理解吗？这个花瓣，而且因为直播间它有些效果它呈现不出来，其实视频里边很清楚啊，很清楚。听懂打个1。你看，因为它们有颜色区分啊，所以你随便勾一勾就很干净的花瓣。听懂打个1了啊。那么我们可以截一个图，这个呀就是我们的金贝大红的基本花瓣。那我们接下来画个完整的花头，好吗？对。先截个图，这个就是我们金贝大红的完整花瓣啊，完整花瓣，4尺3开的作品。我在画面整张纸一半往上的位置啊，一半往上的位置画出一个花头啊，一半还偏上的位置画出一个花头啊，超好看是吧？一半往上的花瓣啊，画出第一个花瓣啊，要把它定位定出来。好，我们开始调我们的黄色花瓣啊，黄色花瓣。洗掉重新调啊，洗掉重新调。首先啊，笔蘸上我们的白色颜料啊，泡一泡白，泡白颜料，泡一泡啊，多蘸一点白色。然后呢，蘸一点我们的藤黄啊，蘸一点藤黄，多蘸一点，多蘸一点藤黄。藤黄加到整支笔的多少？家人们，加到整个笔的啊2/3啊，对，像个鸭子啊，蘸到2/3。对，整一个笔的2/3，然后加入我们的橙黄，橙黄加到整支笔的1/2，橙黄加到整支笔的1/2啊，1/2，多一点，多一点花头会比较亮啊，越多越好其实。但是多了呢，我怕你们推不开笔啊，推不开笔，所以说大家蘸到适量，笔能够活动即可。好，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曙红，笔尖儿来点曙红啊，可以，其实你用什么黄都可以，这个不绝对啊，不绝对啊。好，然后你看我在这个上面这一块呀，画出一个花瓣啊，我刚才教过的呀，我们的花瓣啊，首先画出咱这个定位的花瓣啊，定位的花瓣，金贝大红的一个定位花瓣，我画在上面啊，画上面。啥叫定位花瓣？就是这个花瓣它决定着我们画图的走势啊。我在这儿啊画出一个，折一下，你看小瓣笔尖点在这儿，你看点，慢慢的弯过来一下啊，你看可以像我这样动一动，哎，慢慢的弯过来，慢慢的你看，哎，动一动，哎，是不是一个小瓣就出来了？慢慢去挪动你的挪动的毛笔，对不对？你看挪一挪，你看这边。是不是一个小花瓣就出来了？你只要笔尖，是的，你只要笔尖对着一边就行，笔尖对着一边就行啊。听懂打个1啊，非常的简单。你这个笔轻轻挪一挪就挪过来了啊。蘸一下藤黄，
不断的去补什么呀？补一下橙黄，啊，补一下橙黄，然后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一下曙红。我们现在画的是什么？画的是定位花瓣。啥叫定位花瓣？就是这几个啊主瓣啊，你看我这边的花瓣，我需要往上面翻一点啊，你看这，翻上来。还记得我们刚才讲过的家人们？我们刚才说过，如果说你的花瓣啊，你看一个光滑面在下面，你看，哎，点，哎，慢慢的啊，按一下，按一下，按大一点，按慢慢，你看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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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过来，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了，光滑面是不是在下边？看见了吗？是不是有个光滑面在下边？好，这边可以添一下、补一下都可以啊。是光滑面在下面，看到了吗？整一个光滑面，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左右花瓣画的时候需要干嘛？中间需要分一分瓣啊，像叶子是吧？啊，中间需要给它分一分瓣。那是不是这样一个造型？基本上这个，哎，好的好的，是不是这样一个花瓣就得向上走了，对不对？哎，是不是这样一个花瓣就向上走啊？蘸一下我们的藤黄，蘸一下橙黄。蘸一下橙黄，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对，如果说你们哪一块听的还不够仔细的话啦，还听着不够过瘾，你们给主播说一下好吗？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注意的。那你们跟我说，比如说老师哪一块我没有听懂，或者哪一块你一会儿再讲，你跟我说好吗？啊，你看这样一个卷瓣是不是出来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旁边我需要再加一个光瓣啊。什么叫光滑瓣？你看我用手指头划一下，你看，哎，你看。折起来啊，折起来，往哪折？咱们往上折。你看光滑面在外边，你看点按一下，哎，你看轻轻推，小一点，你看慢慢的推，看到没有？轻轻开去推，看见了吗？就是用手划一笔之后呢，用这个笔尖啊，在这个光滑面上划来划去啊，划来划去，你看。是不是用笔尖在这划呀划呀划呀划出来啊？你看。轻轻的去划一划啊，滑瓣。你看这个旁边我可以加一下啊，加一下，你看，对吧？旁边是不是可以加一加，对不对？慢慢的去提一下，你看，哎，因为我们这个花瓣的颜色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你怎么画它都不会阴开。听懂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说啦，这个重色的它有重色的好处，它不阴的，它不会阴，因为它颜色很重，啊。然后开始画什么？画一些卷瓣啊。我们把这个花瓣底座先画出来，好，蘸一下我们的藤黄，蘸一下橙黄，蘸一下曙红，因为它是不会阴开的，重色有重色的好，它不阴呀。然后你看啊。我们在旁边这些地方加什么呀？加一些卷起的花瓣啊，比如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一下，按一下，你看，上面画一条啥？画一条线，对不对？笔尖顺着线去画，你看，点一下，哎，慢慢的过来，你看，哎，过来，笔尖提起来，学会了吗？画一条线啊，用的纸啊，管理员跟他说用什么纸啊？看见没有？画一条线，明白了没有？画一条小小的线。那如果说呢，我在这个地方，你看我又需要加一个小瓣吧，我觉得这个单瓣不好看。好，我加在这儿，你看，哎，加一条线好不好？那么这个线怎么表达呀？笔尖点一下，按，哎，按在线上。听懂了没有，家人们？啊，你就这个线上，是不是就出来了？好。如果说我需要在这个地方啊，你看我觉得需要在这儿啊，你看再加一个啊，加一个这种瓣，你看，哎，像这样上面翘起来，往这样翘，是不是啊？我用线描一下，好不好？啊，用线描一下，然后呢，蘸一点我们这曙红。我这样表达你们都能听懂吗？我一个一个在讲的啊。你看，第一步，先拿笔尖把这个描一下，哎，先用笔尖描出来。如果颜色不够深，多蘸点曙红。如果颜色不够深，你多蘸点曙红，你看，哎，对吧？不够深，你蘸点曙红。然后呢，边边上啊，对，是的，朝下，你看啊，哎，看我这个指头，你看，点，慢慢的啊，你看笔尖朝外，哎，简单吗？
是不是就下来了？你可以补一下，你看现在这个边边，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卷起的小花瓣？是不是又出现了？听懂给主播打打一好吗？这就是一些基本的花瓣的基本的花头的一个朝向就出现了。听懂打个一啊，听懂了给主播打打一就行。然后我们来看看啊，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蘸一下橙黄，蘸一下曙红，啊，你看我呢在这里画一条线啊，画一条线，我用颜色比较浅啊，用一点点的这种黄色颜料画一条线。来看这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需要画什么，家人们？这个里边这个位置需要画花心的啊，不是金格啊，金贝大红啊，这个地方需要画花心的，对不对？听懂了吗？这里边是一个花心，那么所有的卷瓣，你看，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一个卷瓣这样出来的啊，比如说这个地方一个卷瓣是这么出来的啊，这样出来的啊，对吧？小卷瓣加一加，对不对？好，我们来加，对，是花心儿。所以你看，我蘸一下我的这个曙红，把所有的什么瓣加出来，还记得吗？金贝大红，它的背部，对，把这个背瓣加出来，你看。所有的背瓣先加，你看啊，笔尖点一下，按，哎，明白了没有？把所有的背部先加好啊，你看，这样能理解不？我用一个线跟你们表达出来，好吧？包括这个地方，你看笔尖加一点点的什么，哎，对吧？一个小背都是在这个圆心处加出来的啊，对，卷瓣。然后我再用一个黄色去画啊，别急啊，花心就那么大啊，就那么大。别着急啊，然后你看这个是花心，对不对？咱们花心在这里，花心在这里，从花心处开始向外放射，你看，嘚往上升，你看，我在这个旁边这些地方都可以加花瓣，你看啊，哎，比如说我在这个上面，为了花瓣比较完整，我加这儿，你看，哎，点进来，加一个长瓣啊，加一个长瓣，你看，是不是过来加一个长瓣啊？你看，笔尖在这个地方，你看。点一下，哎，笔尖向上滑开，是不是这样多好理解，对不对？一个一个的小瓣就出现了，这是一个卷瓣，对吧？那你看我在外面这个地方把它的一个主瓣给它确定一下，比如像这个地方啊，你看，哎，点朝这边翻一个瓣啊，对吧？因为我把这个主要的位置给你们画好了，你们截个图，然后就可以照着画了，对不对？就可以截个图，然后照着画了，明白了吗？然后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啥腾空的花瓣啊？你看，哎，笔尖点一下，哎，点一点，是不是啊？笔尖点一点啊，点一点。那基本上你看这种花瓣的一个，你看基本上我们这种啊。哎呀，这花头的一个朝向就出来了啊，花头的朝向。然后呢，我们旁边的这种卷瓣啊，旁边的这种卷瓣，你看在旁边这些地方，你看都可以加一下。它呢是怎么加的啊？它呀是顺着花心儿啊向旁边加。比如说，我想加这加一半，对吧？对，我想加这个地方我加一半，好吧？你看它是可以飘起来的，没关系。你看，还可以这样点。可以飘起来啊，折一个小瓣啊，折起来啊，一个小瓣，对不对？往旁边走，你看这个地方也可以折一个小瓣在上面啊，你看，把所有的小瓣，是的，把所有的小瓣都先画好啊，把所有的小瓣都先画好，然后呢，我们在背后啊，你看花心的下面这儿再叠几个小瓣啊，你看笔尖点，折一下，点一下。折开一个啊稍大的花瓣啊，对，折开一个稍大一点点的花瓣啊，折开，对吧？刚才我们都讲过的啊，蘸一下我们的藤黄，蘸一下我们的朱标，蘸一下曙红啊，蘸下曙红。你看我在下面这里再加一个光滑瓣，我把这光滑瓣加这个地方，好吧？加到这儿，你看画一条线，对吧？画一条线，对不对？你看笔尖点一下，按一条线，你看，哎。是不是啊？这样子，我们一个整体的啊，这个花呀，基本就出来了啊。
可以截个图啊，可以截一个图啊，听懂打个一，可以截一个图，听懂的给主播打个一啊。我把花瓣画少一点，对，现在你们可以可以照着我的这张图去画就可以了，照个图去画就行，是不是？可以照着这个图去画，就比较简单。OK， 可以截个图，截张图打个一啊，截张图打一个一。然后呢，我们开始画什么？画大红瓣。对，截张图打个一啊，我来看。对，截张图打一个一，谢谢。好，然后你看啊，我们的是这个红色的瓣啊，比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比蘸一下玫瑰红啊，比蘸玫瑰红，多蘸一点啊。整一支笔多蘸一点玫瑰红。截完图了吗？你们啊，图截完了吗？截完打一个一，然后蘸曙红，曙红颜色多蘸一点啊。你也可以用大红色也行，你喜欢红艳艳的就加点大红啊，我也可以加点大红，如果我没有大红。对，然后蘸一下胭脂啊，加点胭脂，胭脂在笔尖多放一点啊，笔尖多放一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就很简单的，我们只需要进行花瓣的叠加就好了。花瓣叠加，来，我教你们怎么叠加。首先，你看把这个缺口处，你看笔尖点一下，小小的啊，你看，哎，按一下，看见没有？按一下，然后呢，向上面点，慢慢的按大一点划过来，一笔，两笔，是不是啊？好的。现在我也对啊，那是的。点，你看，哎，往上滑一下，啊，你看点出来深色的啊，深色的，很安逸啊。好，往下加，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按一下，大大的啊，你看，哎，划过来一下，笔按一下，这样能理解吗？你看是不是一个大红色的花瓣就出来了？是不是有大红瓣？听懂打个一啊！你看可以这样刮一下，这样听懂了吗？大红瓣是不是出来啦？旁边这个地方也一样，你看笔尖啊，你看笔尖像我这样，你看向上去，哎，点一下，按进去一下，两下，哎，折进去，是不是啊？这个花瓣就出来了吧？没有，是不是啊？这样能听懂吗？是不是一个它的金色的花瓣就很好表达，对不对？是不是好表达？听懂打个一啊！对，听懂打个一啊！是不是好解决了？这样子很多人说啊，老师我颜色区分不出来，现在能区分了吧？你看这个地方笔尖，你看点一点向上啊，你看哎带一带。对吧？提一提，带一带，然后笔尖向上按一下，你看，哎，你看进来点一下尖尖的，好，划一下，是不是简单很多呀？这个花心儿一下就出来了啊！继续的蘸一下我们这个曙红，蘸点胭脂啊，颜色一定要用干净，因为重色系的牡丹，你的颜色搞不干净就很丑了啊！所以说颜色必须得用干净。你看这一边旁边的花瓣，你看啊。点一下，哎，向下一下，好，点一下，尖尖的向上，刮一下，是不是花瓣是不是就出现了？再沾点胭脂啊，再沾点胭脂，你看，向里边折一下啊，你看，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学会了没啊？这个花瓣现在能够理解了啊，能理解的话给主播打个一就行，能够理解给我打个一，谢谢。然后蘸一点胭脂啊，蘸点胭脂。这个时候咋画的啊？你看，我们画上面的花瓣啊，你看，画一下咱们上面的花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圆形啊？看见了吗？是不是有个圆形？看见听懂打个一。这个地方有个半圆，看见了吗？半圆我们直接顺着它，你看点，按一下划过来，提起来毛笔啊，先画一个半圆，然后笔呢蘸了很厚很厚的胭脂在这儿，你看。刮一下啊，刮一下，然后你看，哎，点，推过去一个小半圆，推过去一个小半圆，明白了吗？今天是一个重色系的啊，颜色比较重啊，你看，带一带小笔触，
是不是一个小花瓣是不是出现了？是不是小花瓣就出来了？听懂打个一啊，听懂打个一。就很多人其实是不理解的，为什么老师你那个地方花瓣是这么翻？现在我用颜色区分了，知道怎么翻了吗？知道了啊。你看这里也有个半圆，是不是啊？我点到这点一下，给它盖过来啊，盖过来。对，给它盖过来，盖的稍微圆一点啊，盖的稍微圆一点。继续的，再蘸点胭脂啊。你看我在这儿，点一下，继续按，你看笔尖点一下过来。好，里边因为它的颜色比较重嘛，所以你看区分出来了吧？好，按一下，好，一个大瓣，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就卷起来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画，再沾点胭脂啊，再沾点胭脂。我每一个花瓣是如何表达的，你们要看仔细啊，看仔细。好，你看这里是不是又有一个卷瓣？看见没有？这有一个卷瓣。来，我们找一个光滑面，跟它相近的光滑面是不是在这儿？看见没有？是不是跟它相近在这里啊？能够看懂打个一啊，能看懂打个一。它的这个比较近的光滑面是不是在这边？在这儿啊。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毛笔啊，对着光滑面就来一半啊。你看，对着光滑面先按，点一下，不要碰到上面的瓣哦。你看，慢慢的合过来，合下来，一半啊，一半，沾一点胭脂，就只沾胭脂啊，只沾胭脂。你看朝下给它干嘛？补两下。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现啦？这样很好理解了啊。你看带上来一笔就行，带一笔过来，然后继续加，继续去加，就一层一层去加。你看这里对它来说是不是又一个光滑面？对于这个花瓣来说又有光滑面在这儿。你看点，带上来，是吧？又一个上来，继续的再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你看，点啊，你看盖过来，好，再来一个瓣，让它俩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这个总有一个过程的，就是首先你得会画，因为你每一个花瓣都画的跟我一样，那我还干啥呢？对不对？对吧？肯定会有一个过程，大家每个人这个接受程度都是不太一样的啊。你看这个小单瓣是不是又出现了？对吧？小单瓣是不是又出现？这个地方给它分一分啊，分一分。啊，又一个花瓣是不是出现了？持续性的往上面不停的进行叠加啊，不停的叠加。好，看好了，加入我们的反瓣，笔蘸一下玫瑰红，蘸一下曙红，蘸点胭脂啊。咱们开始加反瓣，反瓣该怎么加？请看这里。你看我的毛笔顶住这个地方，你看，点毛笔全淌，往上弯一下，看见没有？往上弯一笔啊，往上弯一笔啊，对，往上弯一笔上来啊。好，继续的点这，你看，再往上，再弯一笔，明白了吗？一笔一笔向上弯啊，一笔一笔向上弯，这样能理解吗？理解打个一啊，理解打个一。对吧？一笔一笔向上面去弯，折起来啊，折起来，对吧？向上去弯。你看我每一笔是咋弯的？你看这，点啊，小一点，好，向上弯，看到没有？向上弯起。你看这个花瓣是什么造型的？这花瓣是啥造型？看见了吗？是什么造型啊？你看旁边再叠一下啊，是不是向旁边卷起来了啦？你看看，所以说向旁边卷的花瓣怎么画？你学会了吗？对，像这个旁边怎么卷的花瓣，你现在会了没有？会的话打个一啊。我都是讲干货的啊，因为要比较直接的表达，你们才会听懂。对，卷起来的啊。你看，如果颜色不够深，可以像我这样加点墨啊，加点墨就够深了啊，加点墨，提一下啊，提一下。对吧？加点墨一提就比较深了，碗状的啊，是不是就这样卷起来啦？好，小花瓣这个地方给它勾一下啊，对吧？一个花瓣就出来了啊，一个 U 型的花瓣啊，对吧？一个卷起来的 U 型花瓣，是不是出现了？
我们继续把它加满就行啊，加满就好。如果你觉得你哪个地方颜色不够深的啊，你加点墨啊，用墨向外翻吧。是的，卷起来啊，你看用墨去勾一下，就干净起来，用墨一勾就干净了啊。好，继续加，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往外加，一层层往外加。蘸一下我们的，剩下全部都是什么？全部是重色。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曙红和胭脂啊。所以好理解了吗？我要画的这种卷瓣是怎么画的啊？很多人画卷瓣什么就涂黑，涂黑不，它不是那样子的。你把它涂黑，它反而看得更不清楚。有的卷瓣是，就有的家人就是没有画好，涂黑啊，涂的深色，它反而出不来那个立体感，明白了吗？什么叫卷啊？卷是很重要的，这个造型非常非常重要啊。好，继续添。你看这个朝上的一个卷瓣怎么画？你看好了啊，看好这个卷瓣，上面这个卷瓣怎么画？你把毛笔啊直接镂空，点到这儿，点按一下，你看推过来，推过来，然后停，拿起来，朝这儿划拉一下啊，划拉一下。然后从哪画？从这个地方你看进来的，哎，分一半出来，这样能理解吗？要去分一个瓣，你不要直接给它一半给它刮上来了，刮上就错了啊，刮上就错掉了。不能直接一笔刮，要分两笔走，听到了打个1啊，听明白打个1，蘸一下胭脂啊，不要忘记关注我，不要忘记关注我，不然明天找不到我哦。对，不要忘记关注我。你看。然后呀，咱们顺着笔尖这个地方，你看点，哎，往上挑一下，挑一个瓣瓣，哎，是不是有个大瓣出来了？学会了吗？啊，不要忘记关注主播啊，这很重要啊。然后呢，里边有个空位啊，有一个空位，蘸一下胭脂啊，笔尖蘸点墨水啊，蘸点墨汁儿，笔尖啊蘸点墨汁儿啊。你看朝下边这个地方给它点一下，哎，合着一个小瓣。然后盖起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啊？一个带卷啊，一个带卷的花瓣就出现，这是2瓣，这就是2瓣。对，半边找不到我。对，这样好理解吗？它是一个带卷的花瓣啊，带卷起的花瓣。好，然后呢，旁边这些地方整一个加满啊，整个加满。对，喜欢这款金贝大红的可以关注一下我啊，蘸一下曙红，蘸一下胭脂啊。我们直播间的画法也有很多啊。好，你看这一边呀，再来个大瓣啊，好不好？我们来个填空型的大瓣，笔尖点在这，点按一下，然后干嘛？推过来，一笔，点一下2笔，哎，点3笔，看见没有？我们点了3笔过来啊，你看。是不是点了3笔？中间留了个空缺，发现了吗？中间咱是不是留了一个空隙？能看见中间空隙，看见了没有？这里给它带一个小边边啊。中间是不是留了个空白？那在这儿怎么办？盖起来啊，盖起来。怎么盖？笔尖对着里边啊，你看对着这儿啊，哎，往上按下去一半啊，往上按下去一半。牙齿是咋画的？别着急啊。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儿啊，笔尖蘸一点墨啊，笔尖蘸点墨啊，花瓣根部画不圆，根部哪根部啊？可以描呀，你看点一半啊，你看哎过来，看到了吗？这牙齿绘画了没有啊？蘸一点我们这个啊，蘸一点这个烟，蘸一点墨汁啊，哎，哪天的你们不喜欢啊？你看哎带一带啊，带一带，是吧？一个卷瓣就出现啦，哎，好的，可以，喜欢的话关注主播啊。就是画法是比较多的啊，你喜欢仙气儿一点的，或者重色一点，咱们都有啊，咱们都有。OK， 你看，对，用笔尖重色画出来的，你看这个卷瓣是不是出来了？它如果是实物看得更清晰，因为直播间有滤镜，的。然后你看下面这一块啊，继续加瓣，好。蘸一下我们这个玫瑰红啊，蘸一下玫瑰红，管理员去帮助一下他们啊，现在马上去吧啊，管理员现在去一下，跳总他们都在啊，现在马上去，他是漳州的啊，然后你看我们继续的把这个花瓣叠一下啊，加一个什么瓣？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个翻瓣？一个卷瓣对应的光滑面在这，你看
点按一下，哎，推开一个小瓣，一个一个的小瓣是不是就推开啦？一个一个的推开啊，一个一个的推开。再蘸一下曙红，蘸点胭脂啊，蘸点胭脂。你看，把所有的小卷瓣全部夹起来啊，全部夹起来。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卷瓣啊，可以画这个一样，可以跟这个一样，也可以怎么画？你看，笔尖顺着这个地方你点一下，哎，向上按上去，对吧？给它俩接在一起啊，给它们接在一起啊，把一个花瓣都接住，然后笔尖顶在下面，你看到这个地方点，哎，折上去一下，看见没有？让它连在一起啊。继续笔尖沾点胭脂啊，继续沾点胭脂，你看再点一下，按一下，好，再来一半，直到把它整一个干嘛合起来，整一个合住。所以说这一款花头呢，它还是比较简单画起来的。你看技法，因为它是重色，重色其实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啊？解决你们的颜色会阴开的问题，因为重色它不太会阴，它是不太阴的。重色系的瓣一般都不怎么阴啊，不怎么阴。蘸一点我们的胭脂啊，再蘸点胭脂，勾勒一下下面的小齿子啊，小齿子。继续的蘸一下我们的胭脂，继续添。你看这个小瓣也是一样，笔尖划了一下，然后呢给它两个接住它啊，接住它，用胭脂去接，用胭脂呀把它给接在一起啊，接在一起。再蘸一点胭脂，你看整一个接住，然后呢接完以后呀，哎，毛笔向这个地方点，哎，按下来，推开一个小瓣，是不是推开一个小瓣？你看花瓣是不是卷来卷去的，就出现了啊？然后里边这个地方点一点，按一下向下瓣，向里边折，然后合住它，对吧？整一块把它合起来，简单吗？而且它是一个重色系的，所以你看我在里面使劲的描来描去，完全没感觉，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影响，知道吧？你在里边使劲的描好了，描到天上去没人管你啊！你看，哎，你看，哎，描好了，哎，大一笔出来，明白了没有？这样一个卷曲瓣是不是又出现了？啊，对吧？一个卷起来的小瓣，是不是就你看？它都很容易呈现的啊，包括下面这个地方，你看蘸一个墨，把花瓣给它叠一叠啊，都很清晰。继续的啊，蘸一下我们的，我就持续性的蘸我们的曙红和胭脂，一直开始蘸曙红和胭脂，持续蘸。然后呢，加一个大瓣，加哪儿？加这儿。你看啊，笔尖点一下，推开一个瓣，好，加大，合着，对吧？整一块给它合起来，胭脂加一点我们的墨汁啊，胭脂啊，笔尖蘸一点点的墨汁就好了，一点点的墨汁，让它看有点黑，有点黑，你看啊，朝里边划拉一下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呢，我说这一款牡丹金贝大红用的是工笔的一个技法啊，你看，它可以描嘛，是不是？你看。不好意思是吧？没关系啊，你看花瓣就出来了，你看，所以说呢，我们啊，慢慢的啊，也可以去接触一下工笔的内容，你看可以带一下啊，你看是不是出来了？下面这个地方继续加啊，多加一点花瓣啊，它出来的感觉有点类似于工笔啊，蘸一下我们的这个叫曙红，笔蘸一点胭脂啊，笔蘸点胭脂，多蘸点胭脂，然后你看。我下面这个大花瓣是不是还可以夹？下面大花瓣我还可以夹，对不对啊？你看，笔尖我点在这，点一下，哎，往上划拉一下，是不是出来一个小瓣？继续加，再蘸点胭脂啊，蘸点墨，为了让你的花瓣啊层次区分的更清晰，所以呢，你看加点墨，好，你看添一下小瓣，顺着它。点按上来，再来一瓣，是不是花瓣就清晰啦？是不是啊？你看你的花瓣是不是清晰很多？一瓣一瓣的更清晰，曙红蘸的胭脂啊，一点
一点点的墨会让你的花瓣看得更加的干净。是不是一半一半就出现了啊？你看，哎，你看，甚至可以像我这样翻一笔进来啊，翻一笔进来，对吧？继续添啊，继续添。如果你们能够听懂的，打1就行了，好吗？能够听懂的，或者我在讲这个东西啊，比较通俗易懂的，你们打1。曙红沾点胭脂啊，因为我想经常给大家讲解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好吧？让大家呢，就是因为牡丹它不是只有一种技法在画的，它不是只有一种技法。所以呢，我想给大家多看看啊，多看看，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去接受，好吧？你看这个地方，点按一下，推开一个瓣啊，推开一个大瓣，对吧？继续添啊，我们一个一个瓣给它添起来，你看，哎，对吧？推开很多很多这种，你看小瓣、大瓣都可以去添啊，曙红沾点胭脂。直到把你上面这个花瓣，你看整一块呈现出来。OK 啊 ，OK， 对吧？你看这样的一个啊，金贝大红的一个朝上面的这个翻瓣啊，就呈现出来了。朝上面的一个翻瓣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开始加什么？加下面这个大卷瓣啊。喜欢主播的话，现在其实可以截个图呀。现在其实可以截个图了啊，可以截个图。好，蘸一下我们这个玫瑰红，蘸一点曙红，多放一点啊，多放一点。蘸一点点胭脂啊，蘸一点点胭脂，多蘸一点胭脂。然后我们来画什么呀？画大花瓣。来，我教你们如何画出那种有质感的大花瓣啊！有质感的大花瓣是怎么画的？首先，我在这个地方我想好了，我画这么大一个瓣，非常大啊，这么大一个瓣啊，用手圈一下。然后呢，我拿这个笔，你看点，先往上划，先把它分出来，先往上划一笔。对吧？你看笔尖向上面给它点一点，先划一笔下来，然后呀，顺着这个边边，你看，哎，慢慢的拉长，看到没有？先拉出一个比较大的花瓣出来，这个很重要，先拉出来。你看你里边这个颜色可以添可以补，那没关系的，你看都可以去调整，因为它这个都是小事儿，是不是啊？它是可以添也可以补的啊，所以说都没关系，都是小事儿。你看，哎，划一下，带动一下啊，是不是一个比较长的花瓣，而且是卷起的花瓣，是不是又出现了？它是带卷起的啊。好，继续添，蘸一下啊，曙红多来一点，颜色千万不要薄了，千万不要调薄。蘸一下胭脂，蘸一点胭脂啊，你看蘸一点点的墨汁儿。一点点的墨汁儿啊，你看下面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一下，哎，往上合着它，按一下，同时把它们俩连在一起，啊，哎，带一个小勾啊，是不是又一个大花瓣出来了？能听懂的话就可以啊。你看是不是有个大花瓣出来，而且它比较大，包括你看你想调整，你看像我这样笔压下去，哎，你看带一个尖尖出来也很好看，明白了吗？你看添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画这种重色系的牡丹的好处，是不是可以添来添去，添 N 多下，你想咋添咋添。你看这里还能勾一下，你看勾得圆圆的，好不好？勾圆一点，哎，一下，是不是一勾这花瓣就出现更清晰啦？能理解吗？一勾是不是就更出来，应该更干净了啊？是不是啊？就更干净，对不对？好，我们下面这个花瓣呢，再加一个超大号的花瓣在下面。好，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一下曙红，对，可以随便复笔，聪明，是的，蘸一下胭脂啊，蘸一下胭脂，就是让你们可以随便复笔，你爱咋复咋复，好吧？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我们预先设定好，大概画这么大，或者大概画这么大。你看，我提前把它先用手指头画出来，提前先画一下，然后呢，我顺着这个小边啊，你看点，哎，折下来，你看笔按下去，哎，
好，慢慢的推开一个大半，你看，是吧？我用手可以先比一下，比完以后把它推开啊，推开，然后呢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蘸下曙红，这就是其实，重色系有重色系的好处嘛，它就是这样子的，蘸一下胭脂，啊，重色有重色的好，你看。然后顺着这个边边，你看，哎，点，你看再折进来，哎，一个把，慢慢的把它推开，是不是一个大花瓣就出来了？学会了吗？好用吗？这个技法，好用的话打个1就行啊。这一款技法就比较适合画这种重色的。然后你看，给它描一下啊，你看，哎，进来一下。是不是完成啦？啊，喜欢主播的话打打1啊，我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希望大家能喜欢。OK， 你看这样一个大花瓣又出来了，又出来了。然后你可以蘸一点啥？蘸一点我们这个木耳去调整一下啥呀？你看这个花瓣折进来一下啊，点按着它折下来，它会更显立体感。明白了吗？用你的大花瓣，用蘸这个胭脂或者墨汁去填一下，你看啊，对吧？它会更有立体感，花瓣呢也会更明显。你看这样基本上一个大金杯大红的花头就出来了，喜欢给点赞哦。对啊，然后呢再蘸一点这个曙红，蘸一点胭脂啊，蘸一点胭脂。因为我的叶子和花都是比较特别的花。然后看这边啊，你看填一下，哎，来一个小瓣啊，一个小小的花瓣，来一下下，中间给它盖一笔啊，中间盖一笔啊，中间盖一个小笔触，盖一个小笔触，再蘸一点胭脂啊，再蘸点胭脂，继续的以小笔触进行叠加，对吧？加几个小点的笔触啊，然后呢，有点空以后，笔尖蘸的是墨汁儿，笔尖蘸的是墨汁，你看，给它勾勒出来，因为没有什么是墨它调整不出来的花瓣啊，你看，是吧？这样的一个，你看，花色又比较富贵的一个金杯大红，你看这边再添一个瓣去调整，把它俩给合在一起。把它俩合在一起，沾一点胭脂，整体的花头进行一个小修饰，好吗？用墨去修饰一下你的花头，然后把花心这一块给它盖一盖，立体感超强，还好啊。然后呢，我们用一个深色的把花心盖起来，好，蘸一下曙红，蘸一下胭脂，然后蘸点墨汁儿。蘸一点墨汁去蘸那个去盖花心，墨汁盖花心啊，墨汁去盖。然后你看像里边这一块啊，点1、2向上添，哎一下盖进来，对吧？给它折进来就好了。谢谢。我经常不画这种重色，偶尔画个重色，你们就特喜欢是吧？盖起来啊！完成啊，完成这样一个花心。配色吗？配色我们管理员在吗？帮我滚动一下好吗？谢谢。完成啊，这样一个花心就出来了啊。这个地方缺一点，因为画叶子的，画叶子啊，画的是叶子。然后我们点一下花蕊吧，好吗？花蕊是非常精致啊。3绿啊，3绿点雌蕊，3绿点雌蕊，太白加点3绿去点雌蕊啊。太白加3绿啊，去点雌蕊啊，太白加一点点3绿去点雌蕊啊。OK， 多加一点啊。笔尖啊，蘸一点这个啊，我怕来不及，你看雌蕊，我教你们怎么点。首先呀，你看你在这个地方呀，哎，画一个小半圆，
画一个圆形，画一个圆形，然后呢，在圆形这个地方，你看给它涂起来。注意上面是实，下面是虚的啊，这样子的啊。对吧？上实下虚啊，上实下虚，谢谢啊，上实下虚。然后这一块呢，我们怎么填？你看，哎，一个小尖尖，两个小尖尖，三个尖尖，四个尖尖，填4个尖尖出来啊。然后呀，把它画的那种，你看稍微碎碎的啊，你看，哎，一个，两个啊，哎，三个，四个。是不是啊？添几个小小的尖尖，明白了没有啊？添的小小的尖尖的，然后呀，你弄点胭脂啊，笔蘸一点胭脂，去勾勒一下什么呀？它的花纹啊，它的花纹，胭脂啊，然后用点胭脂去勾花纹，好理解吗？今天讲的这个词蕊很好理解吧？蘸一点胭脂啊，胭脂稍微多放一点，不要太少了。稍微干一点的，施点胭脂啊，去啊带一点胭脂，你看，去勾它的花纹。你看啊，从这个尖尖上先点一下，好，朝下面拉一笔出来，啊，对，主要就要理解嘞。你看，哎，进来一个尖尖，对吧？进来一个小尖尖，这个地方也是进来一个尖尖。对吧？进来一个尖尖，把这个词蕊呢给它表达一下啊，你看带过来，对吧？带一个小小的，然后呀，拿一点什么纯白色颜料啊，纯白色颜料，勾什么？勾一下它的小花丝儿啊，小花丝。就是我们这个花蕊的花丝呢，它比较特别啊，因为花头的是做到了根根分明啦，那么我们的花丝儿啊。就是这个花丝要怎么画啊？还好，你看啊，顺着这个点这个地方啊，顺着这个小点，你得往下面走，顺着这个小点你往下走啊，你看这个地方，哎，中心这个点往下，哎，1、2啊，往下拉，看到了没有？拉出很多啊，有啊，有的都在里边。然后你看，拉出很多这种啊细细的小丝儿啊，你看1、2啊，你看，对吧？一根一根的啊小细丝儿给它拉出来啊。你看继续添，你看，哎，1、2啊，多添几个小丝丝，是不是这样的花的它的一个蕊，它就你看会比较好看一点，你看，就会比较的密，它的蕊啊会看上去相对密一点。密一点呢，你看它呈现出来效果就会比较好。那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的一个花蕊的密度，其实它是有决定性的，而且是你看白色的这个颜料，这个不能算是包菜，只能说这个包菜那包起来的都是包菜。对，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的这种啊，这个不能算包菜。如果你一定要说它的画法，其实它偏塔式的。OK， 你看这个小丝丝啊，给它多勾一点，勾完以后，哎，顺势的加点白色啊，加黄颜料啦，白色加藤黄去点啊，你看，这个时候点就容易很多啦，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依据了。我们往哪点啊？往哪点？蕊吗？蕊是这个7链接7，你看蕊的话就好点，你看点在这儿，一个小顶上面点几个小碎碎的，你看。所以好理解了吗？很多人蕊点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花丝儿，是不是好理解了？你蕊点不好的原因，其实因为我们那种写意的点法是找不到它的一个主心骨在哪。那现在你会点了没有？你只要点在这个头上就行了，是不是啊？这样就好理解了吧？
能理解了吗？现在啊，因为你这样点，你看你就出来一个主心骨，你就知道它该点哪儿。原来你不知道呀，你就乱点在那里啊，或者是就凭我们的章法或者我教的这个内容去点，但现在不会啊。你就顺着这个丝儿，还没学会是吧？那你就像我这样顺着丝儿，你只要顶住丝就行了。你看顶在这个丝的脑袋上，啊，你看顶在这个小脑袋上就行，理解了没有？对，又学到一种点蕊法，这个比较简单，这个蕊比较好点，因为它就是只要连着这个，就跟跟灯泡跟电线的关系是一样的。对，这个在课里，这个在课里，就是说我们的灯泡和电线的关系也是一样啊，它的那头一定是连着什么呀？连着灯泡啊，这种有一种那种观赏性那个啥小灯啊，就是这样子的。对，这样能理解吗？方向找不到花丝啊，花丝的方向就是毛笔和啥？毛笔和这个笔杆的关系，能理解了吗 ？OK， 对，这个简单一点，就是花丝的方向用的是毛笔跟笔杆的关系。5个点，对，扇形发射也是这样子，也是一样。OK， 这样一个蕊就是点好了。对啊，这样点多好点。好，然后呢，我们讲一下啊，这个叶子怎么画？叶子好吧？对，像火柴和豆芽一样的道理。对，我讲一下叶子了，好吗？啊，讲一下叶子。OK， 截个图打个1，我讲一下叶子。点蕊走不动笔啊，晕倒。我给你们讲一下叶子啊，喜欢我的叶子的话，给我点点赞，打1都行。对，喜欢我的这个叶子画法的话，打个1都可以。因为我的叶子也很特别。没有理解呀？来，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啊，有人问我花丝跟花的关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花心儿，这个是花心。所有的毛是不是都长在花心上面？听懂了吗？所有的毛是不是都长在花心上面？能听懂打个1。然后你看花蕊就是什么呀？你看它只不过把这个给岔开了，你看明白了没有？它只是这个关系，你看它就是这样子的啊，就这样子了。所有的丝就是这种白色的，但是它终归会回到一个点上。所以我们所有的你看蕊朝着一个方向去聚到这个杆子上。你这样如果还听不懂的话，那我就只能说其实已经讲到，就只能讲到底了。对，这样好理解了吗？就是炸开的那个地方。好，那好，我们调一下这个叶子啊，调一下叶子。我叶子的这个颜色啊是藤黄，然后蘸一下3绿啊，蘸一下3绿，因为我今天画叶子了，蘸一下3绿，藤黄加3绿，是的，生长方式去画。喜欢帮我滚动一下公屏啊，谢谢。对，帮老师滚动一下公屏，谢谢。蘸一下花青。我每天晚上呢要出一张小作品的，那么这个作品就是我们的课程。我的每一节课都是一张完整的作品，什么色呀？管理员在吗？我那个色条，一会儿我画完之后，我画完叶子之后给大家，画一个那个，再画半个也行啊。然后蘸一下这个啊。好，我们画一下小叶子啊，画一下小叶子。你看叶子是怎么画的？笔蘸一点藤黄，啊，叶子也很重要哦。笔蘸一点藤黄，笔蘸一点点藤黄，一点点。然后呢，蘸一点点的3绿，因为你整一幅图一定是叶子把花衬得比较漂亮，花头反正就那样子，基本上千篇一律的。它主要就是叶子，你的叶子能不能把花头衬得很漂亮？不用走笔，你只需要把毛笔放在上面停留一会儿，然后拿起来就行了。梅子懂了吗？对，梅子你听懂了没有？你不用走笔的，也走不动笔，你把那个笔放在上面停留一会儿，然后拿起来它就行了。你不用去走啊，就按一下它就有一块了嘛，对不对？听懂了吗？你走不了笔就不走咯，按一下啊，蘸一下花青。怎么了二宝？然后我们加一下什么？加一下淡墨啊，加一下墨汁，一点点墨汁啊。
对，他在叫我，然后使得叶子画最好看。对，蘸一下这个花青，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叶子是怎么画的啊？叶子，你看好了啊，叶子的画法，因为我这个花头啊是折起来的啊，是折起来的啊，是朝下面去呼应多，朝下面折的，所以呢，我的叶子画法，请看好喽。我在这一块需要画的叶子，在这个地方缺口处啊，先画一页，在缺口处先画一组叶子，笔尖点在这点，拉动，哎，拉直，往外拉一笔，啊，慢慢的拉啊。想学叶子的话呢，对，你想学叶子的话呀，你就啊看慢，我画慢一点，好吧？你看，笔尖朝上面点，哎，一笔，是不是合起来一笔小尖尖的叶子啊？朝这儿。对吧？它是从对妖娆的叶，它一般就是朝里边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对，比较妖娆，对吧？一个小叶啊，从里边出来，从里边出来。然后呢，你看蘸一下花青，蘸一下墨水啊，蘸一下墨水。然后呢，旁边这个地方我再加一个叶儿，你看在这缺口处，笔尖点一下，按一下，出一个小叶儿，哎，折一下。哎，是不是出一个小小的叶子啊？觉得不是很难？那必须的。你这样来我直播间，我教你很多很多种画法，真的。叶子的颜色是藤黄、三绿加花青，一点点墨画的啊。对，我会教你很多很多种画，很多很多的画法，比较多。比如说比如喜欢这个吗？比如这种翻瓣，这个画的翻瓣是那样，颜色比较淡。这个画的翻瓣是这样的。比如说这种花的翻瓣啊，这种花的翻瓣，还有这种花的翻瓣，就各种各样的翻瓣很多。其实你看这种朝内叠的翻瓣，还有这种是脱白色的脱白式的翻瓣，这种也有很多。还有这个就左腕上这个啊，左腕上这个是卷曲型的翻瓣，你看就这种打勾的啊，打勾的绕着里边的翻瓣是各种各样的啊，翻瓣各种各样。它的造型其实很多，所以大家要学的话，你们就啊经常来看看就好了啊，经常看看，因为我讲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好，然后我在这个旁边啊，你们喜欢重色咱们也有啊，你喜欢仙气儿的，平时我画都是比较淡一点。然后蘸一下花青，蘸一下花青，我在旁边这，你看笔尖点一下，哎，停，带一个小尖尖。对吧？带一个小笔触出来啊，带个小笔触，啊，课程里边有的，课程里边有回放，它是一直可以有回放，加一些大尺幅的一些示范都在课程里。然后你看，加一些小叶片，加在这个地方啊，小尖尖啊，小尖尖。然后你继续添啊，继续添一些什么叶子朝前的啊，可以加一些朝前面的叶子，比如像这个地方，你看开始调整叶子方向，点按一下啊。我今天晚上讲的很慢。特别特别慢，其实我按之前我叶子早讲完了。你看这个叶子的画法，你看笔尖点一下啊，哎，提一下啊，小叶，是吧？你看这个地方，哎，回一下笔。大家其实很了解我的呀，按我之前的画叶子，哒哒哒一下就画好了。因为我今天晚上觉得时间还挺多的，所以给你们讲的慢一点啊。好，继续的，你看我这个下边这个叶子啊，你看。是不是这个花头就比较完整，对不对啊？比较完整，蘸一下花青，蘸一下墨汁儿啊，蘸一下花青，蘸一下墨汁儿。你看我朝这一边啊，你看折一下啊，谢谢我红玉堂哥哥。其实主要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吧，这个画的好不好啊，其实工具也很重要啊。谢谢红玉堂，工具很重要。你看我的同款的这个纸，呈现了之后就是这种效果，你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纸出来的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呀？你看看，大家看看啊，就是我是用的这个6号链接的这个纸，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啊，用6号链接这款纸，你看看怎么样？它的一个复笔的感觉呢也是比较好的啊，你看一个小叶啊，一个小叶子，是不是这样子？因为重色的花，你用重色的叶，它会比较好看啊，40对开的。来了个40对开，啥40对开？然后你看啊，
基本上这样一块啊，不点胭脂，因为我点的是墨，啊，哎，小宝宝点的是墨。然后这一块我开始把叶子呀往旁边弯下去，用一个小笔触，你看先给它这样折起来啊，你看哎，往这样弯，看好了叶子的啊一个画法。首先毛笔蘸我们的铜黄啊，笔蘸铜黄，加下花青啊，叶子要按这个，是的，叶子要按什么？按照这个组别去画，要按组别去画。对，大家看一下这个纸哦，超好用哦，这个很香的这个纸，你看啊，往下折，往下折。那么在折的时候，你看好叶子啊，我这边基本分区，先分区分出来，然后在中间这个地方，你看，点往上一笔，啊，看好了，今天叶子很重要，往上，你看，哎，折过来一笔，好，回带一下啊，回带一下。然后这一边呢，你看啊，点一个啊小笔触，对吧？有啊，看到了吗？就这个纸啊，就这个纸，对，你看是不是这样子添出一个啊小叶？这是一组，牡丹是叫三叉九顶，家人们对不对？牡丹是不是叫三叉九顶？所以说你看我这有3个顶了，有3个顶，然后呢，我再朝这儿，你看，哎，点拉长，你看啊，这是6个顶了。这是不是6个顶啊？这就是6个顶啊！你看，再朝这儿再添一个顶，这是不是1、2、3、4、5、6出现了6个顶，对吧？花头啊，20几厘米啊，24、5差不多啊，6个顶。我们持续性的去添加出牡丹的三叉九顶，蘸一下铜黄，蘸一下花青，就是你们看一下我这款纸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大家自己看一看就行。蘸一下我们的啊，因为老师呢也不知道怎么去讲，但是大家来看效果好吗？啊，看一看效果，我觉得呈现在纸上的啊，是的，呈现在纸上的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你看啊，另外一个小边边，你看啊，往旁边划过去，你看笔尖点，哎，拉长，你看我的用笔啊，点一下，一笔，两笔。对吧？这样呢，就是啊，3组叶子啊，继续添，你就一组一组的往里添啊，一边加我们的花青呢，一边加墨汁啊，一边加花青，一边加墨汁就完事儿了啊，好吗？谢谢对我的支持，你看点向上一半，好，对吧？你看这样叶子啊。2号呀，2号是零基础的，啊，看一下2号的内容吧，好吗？2号的内容在哪里？你看点，哎，一下，一片2片，是不是啊？1片2片，哎，小一点，对吧？1片2片，这个小叶给它添出来啊，添出来，你看，加一个什么呀？小杆啊，小杆，你看。对吧？加几个比较细的杆子啊，不要忘记关注我哦。你看，拉长一下啊，你看，哎，对吧？加几个啊，比较细的这个小叶子，对，比较细的小叶子。然后呀，我们蘸一点这个，蘸一点这个清水，蘸一点清水啊，蘸一点我们这个墨汁啊。你看，把整一块这个叶子，你看往上堆，拉长。其实很多人在画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好像每一次画的时候都喜欢从花周边去画，但是很少从外面往里边画，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呀？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好像挺少，就是说从外往里画，都习惯性了啊，从里边往外面画，是不是？对，那你现在就注意了，你看，学会把这个花往里边压。哎，好，谢谢对我的支持。学会这个花往里边去压，明白了吗？下面加一个叶子往里边压，对，4是3开的。学会这个朝里边去压就行，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好，蘸一下我们的啊花青，蘸一下墨汁，蘸一下墨汁。对，花青蘸点墨汁，然后你看
我往旁边这个地方，你看我再填一些叶啊，你看啊，笔尖点拉长，推开一个斑斑，推开一个斑斑。就是在我直播间不用去讲其他老师的啊，来看这里，对，我觉得每个老师都挺好的啊，没关系的，都很好，每一个老师我觉得都挺好的。好，蘸一下我们的啊这个花青啊，花青是吧？对，蘸一下花青，继续的啊，对，蘸一下花青，你看，然后呢，每一个啊这个啊小小的这个。你看小叶啊，你看这填一填，我觉得每一个老师都挺好啊，不然怎么会认识你们那么可爱呢？啊，你看添一添啊，添一些啊比较碎的这个小叶啊。其实今天晚上在叶子开会呢，详不详细啊？这个问一下大家啊，问一下家人们啊，你们觉得详不详细啊？好吧。然后你看，我们注意布局，这个地方夹一串叶子，对。这个地方再加一串叶子啊，对吧？对，详不详细大家说了算。好，蘸一下我们的啊这个花青，你看蘸一下我们的啊藤黄，蘸一下花青，详细是吧？一会儿稍等一下好吧？蘸一下花青，好，蘸一下墨汁。然后你看，然后下面再添一组啊！你看，注意这个时候的叶子，我因为想朝这儿下来一串嘛，停在这儿。那么这一块，你看笔尖点，你看再下来一串叶子，今晚上叶子开会啊！你看一片、2片，小小的，对吧？3片叶子啊，3片叶子，是不是出现了？1、2、3片叶子啊！蘸一下花青，然后继续添啊！你看，二宝出镜啊，二宝在捣乱，趴在床上。然后你看下面这一块叶子继续添，你看，1、2，你看这个叶子简单吧？对，是的，今晚上这个在课程蘸一下花青啊，今天这是加选啊。就是加宣就会比较好控制一点点啊，加宣会比较好控制一下啊。然后你看继续朝这一边啊，你看点拉长一下，看到没有？拉长一个斑斑啊。对，红花配绿叶，这蓝色叶子啊，蘸一下花青，对，蘸一下花青，蘸一下墨汁啊，但是放进去呢，大家就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啊没有来得及看，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就能看到了？比如说你今晚上你没有空来直播间听，那怎么办？那我就给你放进课程里，对不对？好喜欢这大红的花头，那明天还画这个呗，那么喜欢我明天还画这个就好了啊。你看，其实呢下面这个地方，你看再填一些叶子朝上走一下，你看。明天还画金杯大红是吧？你看加几个这个小叶子啊，对，我顺道把叶茎画掉算了，其实。你看这个下面啊，添一下啊，你看，对吧？你看这样的叶子呢就比较丰富一点啊，组合起来也比较好看。然后我们加什么呀？加一下我们这个枝干啊，还有什么？加一个好看的花苞。看我的花苞是怎么画的，好吗？你看我教你藤黄啊，对，藤黄加3绿。来，我教你们画一个好看的花苞，蘸一下花青，画一个特别好看的花苞啊，多画深色是吧？好嘞，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啊，你看我来教你们如何画花苞啊。你看啊，笔尖我朝这，你看，圈一个什么，形状出来。我教你们怎么画漂亮啊，不要纠结我是不是去描，不要纠结，好吧？看到没有？我是不是圈了几个小圈圈？这样能看明白吗？看到打个1。对，看到打个1。我圈了几个小圈圈，圈几小圈圈啊。然后你看笔尖点，你看左边来一半，右边来一半，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理解了没有？对，其实用笔是这么用笔，但是我把它圈出来，让你们看得更明白一点。
明白了吗？圈出来啊，圈出来啊，能理解不？就是最好是可以直接画啊，最好可以直接画。一会儿管理员会帮你的，不要着急。这个管理员都会去做。然后蘸一下曙红，蘸一下胭脂啊，你看。然后你看笔尖像怎么画？你看啊，哎，笔尖点在这儿，点，哎，一个瓣，喜欢吗？哎，你看，点一下啊，一个小瓣，再来啊，一个，你看，一个夹着一个，这样能理解啊？这种花瓣。对吧？这个就比较真实一点啊，这个花的一个花心就比较真实，因为现实中它其实是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好，上面再拖一点出来，你看，哎，碎一点，是不是又学会了一个花苞画法？对，是不是又学会了一个花苞画法？学会了没有？你看又一个花苞，学会了一个新的花苞了吗？包的画法，学会听懂打个一啊，听懂打个一。然后我们再蘸一点，因为我比较喜欢叫你们打一。是不是又一个花苞出来了？这个很好用，很好用。然后你看，就是这种学习的方法其实很重要，你知道吧？啊，你看添几个小笔触，朝这儿点，哎，对吧？方法其实是很管用的，就是很重要。如果你的一个色盘子，稍等啊，色盘子很乱呢，对吧？添一些比较小的这个小盘儿，不小盘儿，啊，你把我搞晕了。比较小的小瓣儿啊，你看是不是一个小花苞就出现了？你要看色盘吗？啊，很脏，因为我喜欢用那种带水的，我喜欢用那种带水的盘儿，所以就会很湿很湿。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对，然后我们看这边这个下面啊，这个地方啊，你看我这个地方，从下面这个地方，你看，哎，折进来，出一些什么呀？出一些比较小的这种枝桠，理解了吗？出一些比较小的枝桠。好，看我的枝桠是怎么画的？铜黄蘸一点花青，调绿色，笔尖加点胭脂啊。好，我们来画一下那个枝桠啊，小枝桠。你看我朝这个地方。先加一个主要的枝桠，你看好了枝桠怎么画？把毛笔啊捻成这种平刷的刷子形状啊，刷子形状。然后你看点，你看边点边往上拉，你看哎往上这样哎一扫啊，扫上去，先扫一个枝桠出来啊，继续的，你看你朝这一边点一下，点往上一折啊，往上一折，对吧？先折出来。好，然后呢，蘸点胭脂啊，蘸点胭脂，那种风格吗？你看在这个地方，你看点往上擦上去，是不是分出来了？分出来以后，我教你们怎么用啊，怎么去调整。你看，笔蘸一点这个胭脂在笔尖啊，笔蘸胭脂在笔尖，看好喽。你看啊，顺着这个边边，你看点提一下，哎，非常细，你看很细很细很细，上去一个什么呀？印的大绘是吧？对，金贝大红这么画会比较漂亮一点。好，提一下啊，明白了没有？好像这个地方你看啊，也是一样，点提一下，你看，哎，上去，对吧？提一下，点不了休息，大家可以休息一下，谢谢。好，再蘸一下这个啊胭脂，这样能理解吗？加出这个地方啊，你看，像这个里边，你看点擦。明白了没有啊？就是这样一个质感，这样能理解了吗？你看朝这一块，你看点一下，你看擦上去，是不是这样的质感立体感就比较强了？这样理解了没有？你看这样一个啊带中空的质感，立体感就会比较强一点啊，立体感呢会比较的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点。好，蘸一下我们的啊藤黄，再蘸点胭脂啊，再蘸点胭脂。你看这个地方折一把啊，笔尖在上面，我们折一下，很好用的啊，折一下。然后呀啊，你看边点边折边往哪？你看往下一翻，往下一翻。你看朝这个地方我添一个小笔触，啊，添一个小笔触，学会了没有？很多小技巧我分享给你们啊，对，分享给大家。
然后剩下就是什么？你看，出去。好像这个地方点出去，对吧？加一些比较细的啊，比较细小的枝干，比较细小的枝干在里边。比较细小的枝干，因为很多家人其实喜欢这种风格，大家是喜欢这种风格，所以我就表达这个风格给你们看啊，给你们看。然后你看我下面这一块的叶子呀，再加一小撮就好了啊。对，下面的枝干我再加一小簇的叶子，让它的更丰富一点。蘸一下藤黄，加点花青啊，藤黄加一点点花青，然后蘸一点墨汁儿，一点点的墨汁儿。然后你看整一个叶子往下面再拖一拖，但是这个叶子呢，不要把它拖得太多了，就这一小块就够啊。你看，笔尖点覆盖一下，1下、2下，哎，3下打开，对吧？叶子给它你看多加一点啊，多加一点啊，其实是为了呼应整体去表达这个叶子的啊。所以我说今晚上的叶子你们会觉得啊，好多呀。对，今晚上，是的，对，进课程。今晚上的叶子确实是表达的比较丰富一点，因为叶子要表达的比较丰富，整一个花头效果才好，对吧？你看，小叶子多加一点啊，蘸一下花青，叶子多正好练习，是的。所以我说今晚上会很特别嘛，就是现实中它的叶子确实也是比较的旺盛的啊。你看我的用笔，对吧？而且我的这个牡丹的叶子，它叶子是一个什么造型的啊？它是一个掌形的，你看，手掌形的这个掌形叶子会比较丰富一点。OK 啊 ，OK， 露一下脸啊，他在睡觉了啊，睡觉了。你看这样整一幅构图就出现了，然后加枝干啊，枝干我们要如何去加？我的枝干用的是一个叫赭石去画的。我枝干喜欢用赭石画，就是你们可以用墨画，有的家人喜欢用墨画啊。枝干不用出，就是你们有的人喜欢用墨画，我喜欢用赭石，好吧？看一下怎么画的，好吧？笔蘸一下这个赭石，然后拿一支毛笔出来啊。就你其实毛笔的选择就比较多样化，你选择什么样的都可以。好，笔呢蘸一点我们的赭石。笔蘸一点赭石啊，然后蘸一点我们这个墨汁儿，赭石蘸一点墨汁啊，一点点的墨汁，赭石加墨汁多蘸一点啊，多放一点，再放一点赭石，主要就是这个颜色偏黑偏干即可啊，偏黑偏干。然后看一下啊，哎，给它分一个小叉，看见没有？就是把这个毛给它打散，听懂打个1，把毛打散，听懂打个1，听明白给我打个1啊，把毛给打散了，就前面这个毛是炸开状态的啊，炸开状态，把毛打散，打散了以后去折啊，去折枝。你看这个枝干我会这么顺着折，你看啊，哎，1、2、3，学会没有啊？这样的花瓣就折下来，你看啊，是不是折的就比较干？明白打个1。对，听懂打个1，毛打散之后画出来枝干就比较的干涩，而且一笔出来不需要描来描去的啊，就是不用去描，就不用去反复的描啊描 N 多下，那太麻烦了，主要是那样太麻烦，不用反复的描啊。你看这个地方我要出枝了啊，点一下啊，点一下，尽量不要去描，描来描去其实会阴开。初学者不要害怕这个情况下，点一下，哎，折，点下来停顿笔，你看折，哎，1、2、3、4，向上一扫，看见没有？干一点就下来了啊，干一点，学会了吗？一层一层的下来啊，下来，然后你看朝这一块，你看点出去一个小枝，对吧？出一些比较干的小枝干在上面啊，好理解吗？是不是很好理解这个枝干？就是前提是你这个毛得打散，你看毛一定要打散啊，毛要是那种把它搞得很规则的情况下，
它画出来会很巨，你看，对吧？打散往下一扫，往上面你看，哎，点1、2，折一下啊，折一下，是不是就出现了这个枝干？而且是这种立体感会比较强。然后呢，顺着这个下面，你看，哎，1、2、3、4弯进来。注意学会什么啊？毛笔的停顿，毛笔的停顿啊！你看，朝这一边点1、2、3、4折进来，枝干就会比较好看。一段一段去表达啊，一段一段去表达，让你的这个枝干更丰富一点啊，更加的丰富。好，再往上啊，一直往上面去试探啊，一直往上面试探，直到你整一个什么呀？花头试探到上面去了啊，试探到上面，整一个穿的高高的啊，穿的高高的，把这个枝干穿的高一点，你看往上面都穿到这个地方，穿的比较高啊，你看啊，哎，弯过来一下，往这边走，往上面弯到这个旁边，到这儿高一点啊，我们往上面升的高一点。稍等，我画好几个图好吗？别急啊，别急。你看这个地方啊，笔尖点，哎，按1、2，干一点哦，朝下面点一点就好了啊，对吧？朝下面提一提啊，下面提一提，然后呢，旁边加几个大叶子啊，结束它。旁边加几个大点的叶子啊，直接把它覆盖过去。我的画啊，就是你如果喜欢这种稍微干一点的叶子，就是用这种炸毛的方式去画。如果你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湿的啊，那你就用墨去晕染，理解了没有？你喜欢比较湿的或者比较干的，那我呢一般根据画面实际情况去表达，我要根据画面实际情况去表达的。有时候我会用干画，有时候是湿画。好，这个旁边这里你看这个叶子往外面拖一下。对吧？好，简单来表达一下，你看，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来画我们叶子的上面它的灵魂部位，很灵魂的地方，看好了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作品他别人会觉得哎呀很好看很好看，对不对？它有一个细节的地方，看一下我的细节，笔蘸藤黄，笔蘸藤黄加花青，有一点微微发绿，笔蘸藤黄加花青，微微有点发绿。然后蘸什么？蘸蜀红，蘸点蜀红啊！笔蘸藤黄加花青，微微发绿，蘸蜀红。你看我在这些地方这个时候怎么加了？看好了啊！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笔尖点，按一下，按进来一个什么呀？小花萼片，小花萼给它拖着，小的啊！你看点推大，看到了吗？你看，推开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啊！你看这个地方点托起。托起，然后开始藤黄加蜀红去画里边的特别细小的小碎叶，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分为几个小枝儿，你看这个地方1、2、3、4，你看下来一个特别细的啊，特别碎的什么呀？小叶小嫩叶穿到这儿，包括这个地方，你看，哎，一下，明白了吗？那一块是特别的小，你看，要堆的密密麻麻了。你看，哎，小小的小笔尖去勾，是不是小笔尖去勾？能理解吗？特别小的这种小叶啊，你看勾到这个地方，所以很灵魂的，对吧？很小很小。然后慢慢的啊，朝这个里边，你看点出来一个小的啊，小的小叶儿，你看点带一下一片，你看再带到这儿，你看哎，一片啊，你看绕一绕，扭一扭啊，你看，对吧？一个小叶儿，继续添，这藤黄啊，藤黄加上我们的什么呀？加上我们的蜀红啊，藤黄加蜀红，所以我们在你在表达这个作品的时候啦，
一定是这样子，要善于观察啊，善于观察。你看我朝这个地方点一下，添一下啊，一个绕上面比较细的啊，出来一个啊，小小的小叶儿。三叉九点原则，我分开一片朝这儿，朝上啊，朝上。这个呢，我再分一片去哪？去旁边，你看这儿，对吧？把它的三叉九点给它分出来，蘸一下藤黄，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蘸下曙红。你看这里的叶子需要咋处理？三叉九顶，你看一顶、两顶、三顶啊，三个顶顶，继续添啊。你看这个地方朝上面折起，你看，哎，一顶、两顶。所以说你们说是不是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在画牡丹会忽略这些东西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最后面处理出来，有一些人就感觉处理不出来，没有把握细节，没有把握细节。好 ，OK， 然后呢再加一处啊，藤黄蘸一下我们的曙红。你看加的一些地方比较高，你看哎点拉高一下一片，对吧？一片一片拉到上面去。对吧？你看你那一块小叶子就很丰富呀，再蘸一下藤黄。今天画的性情了哈？啥叫性情？意思是我平时很懒哦。你看这个地方啊，你看小叶啊，你看添出来，比较细节是吧？今天画的啊，一片一片的，你看把它添加出来。你看这儿，哎，再来一片。你看加一下这个小叶，可能不要忘我啊。你看这个小叶子啊，你看添出来还好吧？我能看到你们在说什么啊，对吧？一组一组的啊加出来，是不是？这样就会你的叶子处理比较灵活一点。然后呢，朝这一块你看点，哎，首尾呼应一下啊，首尾呼应一下，去呼应一下下哦。然后朝这一边你看点绕搭一个小钩，两个小钩啊。OK 啊，太投入了，还好，对吧？这样呢，我们这一幅牡丹图啊就画好了，这样才算画完，我的家人们啊，蘸一下曙红亮的胭脂啊，这样才算画完，知道吧？有的时候没有画完，都是留着一半那样子啊，留着一点没有画完，这样一幅图是比较完整的了啊，比较完整。啊，可以截一个图啊，然后把叶脉勾一下，可以把叶脉勾一下，或者整体呢，我们进行一个修饰啊，比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儿啊，对，你更喜欢这样的呀，比有时候太懒了，有时候直播就匆匆忙忙的，匆匆忙忙的没有搞完，这样子也有可能的。你看蘸一下墨汁，把它吸干一点，知道吧？你看比蘸点墨，把它吸干一点，跳舞的东西。我有点笑了啊，稍微吸干一点啊，吸干一点，对吧？刮干一点，然后呢，你看提一下色啊，你看，哎，该提的地方提一下啊，有一点搞笑了啊，提一下，你看，哎，对吧？提一下深色啊，提一下深色。下面这一块呢，也可以去提啊。有的人觉得，哎，老师你这个地方好像画的啊太干了，对不对？那没关系啊，我们提一下色嘛，对吧？提一下，它要出现了，对不对？平时没那么认真啊，一定要戳穿我。好，蘸一下我们的啊，这个点一下这个胎点啊，点一下小胎点，点胎点也很重要啊。你看，一点啊，你看随便点一点好了。因为点胎点，你得把它这个这种位置给它区分出来啊，对吧？简单的点点胎点，然后我们勾一下叶脉，看一下叶脉啊，我叶脉是胭脂勾的啊，对，我用胭脂去勾的叶脉，
平时还好，我也挺认真的，其实。其实有的时候是偷懒，是吧？好，胭脂啊，胭脂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儿，胭脂蘸墨汁去勾燕麦啊，一笔就够了。而且我们勾的时候呢，不用全部勾的，不用全部勾，勾一部分就行了。啊，你看，很多人燕麦勾不来，是不是？我给你们讲一下吧，好吗？对，想不想知道燕麦的原理？想要的话打个一。要想知道勾燕麦的原理吗？因为勾燕麦它的原理是很重要的，好吧？我跟你们讲一下啊。很多人勾牡丹的燕麦是怎么勾的？看好了啊，一般会这么勾，就是会这样勾的。你们是不是这样勾的？一片一片勾的，对不对？是的话打个一，是的话给主播打一个一，谢谢。如果你是一片一片勾的，你给我打个一。多啊，这么多啊！来，我教你们啊。首先，牡丹是一个手掌型叶子，它前面分开3个掌，但是中间还是得连在一起。我说的有道理吧？对，它是一个掌型叶子，你们要按照生长原理去勾，就是都给它折进来，对不对？那么你看，先像我这个地方分出一片叶脉，好，再分出一个，分出一个，是不是分出来了？然后你看。我是不是勾完这一组之后，这一边是不是就勾不进去了？是不是就勾不进去了？所以你看它才会自然吗？对不对？它会非常自然的出现在这个角落里边。啊，教学吗？课程，课程，理解了吗？它会很自然的出现，那被盖过了一半，理解了没有？所以为什么你的那个叶脉，比如说特别分明，或者是角度不明显？你现在明白了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按照它的生长原理去勾，你就随便勾的。对，现在我这么讲，你们意思能够理解了吗？因为你们没有按照生长原理勾啊，别人不是那么长的。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起来了？这回懂了啊，就不会乱勾了吧？因为你要画一个东西，尤其是画这种植物不像画山水，山水你有点小问题啊，还能修改改，但是你这个花卉画错就是错了，它没有余地的。因为比如说你画了个直角，这样能理解吧？你比如画个直角吧，你怎么改？改的余地都没有了。对，移交一下哪个移？哪个移交一下？就是移交一下，移交哪个？就是你要是勾错了，那完全连修改的余地都没有。一般画植物的话，它比较严格画花卉啊。然后你把这个原理呢给它勾线还要教吗？勾线你看，如果你能旋肘，你手能提起来，就像我这么勾，对。如果你能旋肘，你就像我这么勾；如果你肘旋不起来，就只能手枕着勾啊。你看，就男孩子你可以像我这样勾啊。对啊，那现在明白了啊。对，我一般就是讲课啊，讲的是课啊内容。就我们一般你看讲完之后再跟你们白话啊，聊聊天这样。所以你按照理论去勾，你怎么勾都勾不错，那不会错的，因为你看不别扭了吧？是不是就不别扭？它很自然，顺着它走啊。怎么教？稍等一下好吗？我把这个画完。用墨后啊，可以截个图啊，我把它拿起来，你们截个图。对，我拿起来，你们截个图。然后我们整体的进行一个小修饰啊，蘸一点我们的清水，笔蘸一点清水啊，你看
后面这些地方，你看，哎，叠一个什么啊？颜色比较淡的斑斑啊，压起来，压的紧凑一点啊，紧凑一点。用点清水给它压一压啊，你看，哎。OK，好。